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7月28日星期一，佛历9月上初三。万象小雨，24到28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2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1.5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95基普，跌幅0.44%。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6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基普，跌幅0.1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上周五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459.13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7.12点，跌幅0.49%。开盘1466.25点，最高1505.16点，最低1459.13点。成交量544400股，成交金额737480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900基普，交易量3466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900基普，交易额650712000基普，其次是浦西开发和中老证券。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594万基普，与上一次报价持平。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7月2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76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32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72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外交部长出席第8届老检联合边界委员会会议。7月26日，老挝与柬埔寨在金边举行第8届联合边界委员会会议，两国高级官员和相关部门代表出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边界勘测和标志设置工作的多项纪要。截至2025年7月，双方已确定75个边界标志点，并建成134个新标志。自2023年5月以来，累计确定241个标志点，并完成207个标志建设。会议还讨论了解决遗留问题、庆祝边界勘测30周年以及未来工作计划，旨在将两国边界建设为和平、友谊与合作发展的典范。2. 老挝与古巴外交部深化合作关系。7月25日，老挝与古巴外交部在万象举行第2次政治磋商会议，由两国副外长共同主持。会议旨在深化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与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了此次会议，认为其有助于促进相互理解、信息交流，并明确未来合作方向，特别是在经济、卫生、教育、体育等领域。双方同意继续落实高层协议，加强现有合作并探索新领域，促进贸易投资，并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会议在友好气氛中回顾了双边关系，并交换了对地区和国际形势的看法，重申将继续巩固和具体化两国间的友谊与合作。3. 川矿省领导视察并援助受灾村庄。7月25日，川矿省人民议会副主席维塞西维莱率领省直属部门、2个指挥部及省灾害管理委员会，向川矿省农海县平洪村发放了援助物资。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平洪村遭遇洪水，导致村民房屋受损，无家可归。通往平洪村的道路被洪水冲毁，发生塌方，使得救援工作异常困难，紧急救援无法及时抵达。目前，救援只能通过空运进行，但持续的降雨使得救援进展缓慢，因此，省领导和空军部队加紧行动。于7月26日仅通过一趟航班向平洪村村民运送了药品、大米、面条、饮用水和罐头鱼等物资。如果降雨停止，将尽快继续向平洪村村民运送生活必需品。4. 华潘省灾害专项工作组赴桑泰县开展工作。
华潘省灾害应对专项工作组于7月26日前往桑泰县开展工作，该工作组由华潘省副省长、省灾害应对委员会主席普潘乔威塞带队，并与县级相关部门协同合作。他们前往桑泰县维昂潘区平孔村慰问并鼓励受灾民众，同时向他们分发了部分急需物资以缓解灾情。此外，桑泰县还动员了干部、军人、警察和附近村民，协助受灾民众清理家园。5. 琅勃拉邦省红十字会向洪灾受灾民众提供援助。7月25日，琅勃拉邦省红十字会主席维昂沙尔卡森苏克博士率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将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和干粮等物资送往琅勃拉邦省蒙南县受洪灾影响的民众手中。此外，省红十字会团队还在受灾地区设立了净水点，为受灾期间缺乏饮用水的民众提供清洁饮用水。目前，琅勃拉邦省红十字会正加紧整理每日收到的衣物捐赠，并将尽快分发给蒙南县的洪灾受灾民众。在此，呼吁各界人士通过捐赠衣物、物资和各种干粮等方式献出爱心。6. 占巴塞省苏库马县火灾与泰检边境冲突无关。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关于苏库马县居民楼和商铺火灾的图片，被错误的与泰检边境冲突联系起来，声称是柬埔寨炮弹落入老挝境内所致。此消息纯属谣言，已引起社会混淆。此次火灾是7月26日凌晨发生在苏库马县居民楼和商铺的普通火灾，与边境冲突无关。火灾发生后，政府迅速组织消防和救援力量进行扑救和援助，共动用4辆消防车。火灾造成8户家庭受损，县政府已提供2050万基普的初步援助。火灾原因和具体损失正在调查中，后续将公布详细信息，特此向社会各界辟谣。7. 沙拉湾拘留非法捕猎濒危野生动物人员。7月22日，沙拉湾省塔奥伊县公安和森林执法部门拘留了5名在塞萨普国家公园内非法捕杀濒危红腿白臀叶猴的村民。此前，他们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捕猎照片。经调查，这5名村民于7月19日发现自家的玉米的中有大量猴子在偷吃玉米，于是鸣枪驱赶，猴子们受惊纷纷逃上山。当这5名村民追赶到山上时，却意外发现一群红腿白臀叶猴正在树上吃水果，随即开枪捕杀了3只，随后出售分赃。他们的行为违反了老挝野生动物法和刑法中关于禁止捕猎受保护动物的规定，目前已被依法拘留。8. 琅勃拉邦汽车失控连撞11辆摩托车及餐厅。7月26日晚8点24分，琅勃拉邦市纳桑黑村路段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汽车失控撞上11辆摩托车和一家餐厅。据救援队报告，事故造成3人受伤，一名伤者左脚踝闭合性骨折，伴有头部疼痛；一名伤者左侧身体疼痛，左髋关节脱位；还有一名伤者已经失去意识。救援人员已对伤者进行了初步急救处理，并立即将他们送往琅勃拉邦省医院。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